陆军部虽说是由兵部和练兵处合并而成，但是编制额度并无太大的区别，所以陆兄所求炮兵司一职啊，恐难兑现，没有缺额，实在是让您失望了。知道了，那个啊，您旨我已经记下来了，有消息我会通知您的，恕不远送，回见，告辞。卑职拜见军学司使梁乡大人。李仁俊，千里兄，怎么他们也让你在门口排队啊？来，坐。俺有那么傻吗？别人都说要见你，唯独我说要见老太太。得，那帮傻鸟们还在那儿晾着呢。我一直在后屋陪老太太唠嗑。你母亲话可真多，刚刚抽空才脱身。还是你仁俊机灵啊？怎么，你不会也是来托我还差事的吧？不，我还不知道你吗？有啥好事不用俺开口，你也会定人的。对嘛，还没到时候，都是刚得到点风啊，就跑我这来下雨。实际上咱没那么大能耐，也是为他人代行主张，头上一堆甩手大爷呢。干活的是你，明令任命啊都不在咱这儿。嗨，父王，是咱第三镇的统治大人派我来见你的。哦，他有什么事儿吗？好事儿。好事儿。这是什么意思啊？你李仁俊还不了解我吗？这么大一笔钱，你怎么敢？这是统治大人派我来送的，是咱第三镇恭贺你大婚的礼金。千里兄，你听我说，祖方，人家不是送钱给你，人家是往你梁乡这下注呢。即使下注，今后可不得往上使劲的抬你捧你吗？你位置越高，他将来的利益就越大。你要是不收，他还抬你捧你往上去吗？就冲着第三镇这上万颗军心，这钱啊你也得收了。这才几天，你跑哪儿学的这一套？头发，慢说你这个新晋晋升的军学司使，连他袁世凯袁大人不也得用银子吗？不使银子，此趟京城能过得了关吗？早他妈被雄鸡那帮小子整倒了。不瞒你说，前几日我刚给他袁大人送了。这么说，你终于见到了你朝思暮想的袁大人了，他还记得你吗？咋能不记得？我李仁俊是他袁大人亲手挑出去送日本的，袁大人记性好极了，还问候俺娘，记得我是他小老乡。千里兄啊，替我带话给你的统治大人，不是咱清高，实在是有违家训。我母亲的话，从和硕瑞亲王起，咱这支血脉就只吃自家的本事。凤兰，你替我拿个主意，咱怎么收这个场呀？这钱要是还给统治大人，那不是找抽吗？跟哪个山东没拿下一样。可这我们那同学还真是裤裆底下插了一件冒充大尾巴鹰。其实，在东京那会儿，他也常常送钱给别人，怎么轮着我给他送钱就不成了呢？好，依我看呀，你俩是不是走太近？不错，在东京那会儿，不是我吹，他厨房跟我走最近。哎，这就对了啊！君子之交淡如水，你这么浑浊的一顿送我去，那不是不拿君子当君子了？要我呀，我也生气。脚拿过来。浑浊？这东西浑浊？说出去谁信啊？你扔一张在大街上试试，保准人见人爱。就这么一张，搁你们那儿，半个翠香楼也买下来了。怎么着还惦记着翠香楼呢？我告诉你啊，李彦君，我萧凤兰是为了你上岸的，你要是敢，我就
哎呦喂，哎呦，我的亲娘哎，你还真下得了手！哎，我把话撂这儿，李仁俊，你要是敢让我逮着了，我就拿剪刀，我就……你看，说良江呢，怎么说我们这儿来了？得，你这一提醒啊，我这主意也拿定了。这钱啊，你先收着，对统治大人那儿啊，我就说良江收了钱，良江那儿呢，咱先替他保管着，指不定他啥时候着急用钱。他没拿走之前，你先使着，拿它放个高利贷什么的，省得我会保定你闲在这儿没事做，成吗？对呀，以往都说人挣钱，但是最挣钱的呢是钱挣钱。拆他吧，都什么人啊？哎呀，没办法呀，都跑你家来，也是红尘热闹白云冷啊。不过就一点好，这京城犄角旮旯的事儿啊，你坐在家里都能弄他个一清二楚。弄那么清楚干嘛呀？你知道京城沾军事的有多少个衙门吗？这每个衙门有多少吃俸禄的吗？吓死你！哎呀，这么多人，这么多机构，唯独没有一个作战指挥系统，像日本的参谋总部那样，这也太可怕了。我不懂的。别说你不懂，我也不懂。这设计他的人啊，有意弄出这么一堆螃蟹来，让他们互相牵着，谁都指挥不了谁，谁都搞不成军事政变。得，军事政变搞不成，那打仗你就更甭想了。也因此啊，不到2万人的八国联军能从天津上岸，以几十人的伤亡，一路荡平你的首都。你整天都在琢磨这个？军人不琢磨这个，琢磨什么呀？人家送你出国就是让你琢磨这个的。重整军备，你以为这么简单？首先你得选将，8关6验的你得一个一个了解。这越谈啊，心里是越没底。那得找个知心的。说我心里去了，你还说你不懂？本来啊，我还挺看重李仁俊的，可这小子拿5000两钱票替他的长官买我，太让我失望了。梁湘将军，您刚才的发言甚是精彩。您是？北洋第3镇统治。哦，涂峰今儿对上号了。啊，对上号就好。哎，我是个粗人，从炮筒子里钻出来的。你的那个同学李仁俊，应该跟你介绍过我吧？不错，千里兄把您大大的夸奖了一番。这个小狗日的李仁俊呐，就像只百灵鸟，尽说好听的。您呢，也不要全听他的啊。其实啊，犯不上。你们第3镇是大清陆军精锐中的精锐，分量摆在那儿，无论谁来管陆军，都会小心伺候着。梁湘将军，
那小狗儿的李仁俊，没把话都说到了。大人还有话要说。这个，你看，陆军部新进购入了24门德制山炮，您呐，干脆都划给我们第3镇得了，啊，你放到别人手上啊，那不是白瞎吗？他第8镇耍得了吗？他耍不了啊。这恐怕不行啊，同志大人。铁良大人已经征求了我的意见，南方新军本来就弱，乱党活动猖獗，新装备必须分配到第8镇去。大人，您李仁俊，你数了没有？我刚才放了几枪？报告大人，一共5枪。你不错啊，你还识数啊？啊！我问你，你是要5000块钱呢，还是要5个枪子儿？我不知道大人在说什么。你耍猴耍到我头上来了啊！你那个小脑袋瓜，你还想蒙我？你跟我说，那5000块钱，你花到什么地方去了？报告大人，属下按照您的意思花了。我的意思？对，您的意思。我什么意思啊？您叫我意思意思，属下照办了。你把钱交到手上了？交他手上了。这么说，是我多疑了？可是什么？他有点不好意思。那不好意思是什么意思啊？啊？我想他从来没收过这么大额的钱票。他那个地位，5000多吗？那年在东京载振碑类才只给了3000。这就对呀。他收过载振的钱。那这样的话，他应该知道庆王爷和我第3镇的关系啊。屠方兄何等聪明之人，他不会不知道。仁俊老弟啊，5000块钱对我就算个屁。我是那小气之人吗？袁大人呢？我花的多了去了，你不是不知道啊。我知道。我看好你，所以才让你经手这个事儿。可你呢？啊？大人，属下知错。梁强他太清高了，那钱收在我女人那儿，想着再找机会。李仁俊啊，李仁俊，你是完全不懂官场，就没有你这么做事儿的，啊？你影响了我的判断，对良乡的判断，你知道吗？现在做官，
分3种人，一种要钱能办事儿的，例如袁大人；二种要钱不办事儿的，例如庆王爷。这第3种不要钱办事儿的，这种啊，我还真没见过，因为这根本就行不通。你那个同学要是这么下去，我看悬。咋一句话都没有呢？进门也没见个笑脸。说啥？有啥可说的？哎，你就不想知道我那5000块放给谁了？爱放给谁放给谁。哟，今儿口气大啊！5000块算个屁！这可不像你说的话。怎么了？朋友钱不是钱啊，更得小心不是？还是气质小，5000块都盛不下，还想做军事领袖，那不是痴心妄想吗？你在那嘀咕啥呢？去看看去。一准啊是买陈，等着啊。来了来了，任俊，任俊，哎，快点快点，还不赶紧起来迎客？快点快点快点！你说你李仁俊啊，金屋藏娇，同在一个北京城，居然不跟我打一声招呼。要不是路上我遇到了买陈，冬梅，这就是李仁俊，替我踹翻山下草长的那一位，武功惊险，为人四海。来，坐，夫人跟你细说。哎，别折腾了，今天我带朵梅来啊，就是想认个门，改日咱们2家一起煮饽饽吃。那怎么行？那怎么来？哎，朵梅，我看任俊家这小院不错，你让凤兰带你看看。哎，走，赶紧逛逛啊！有酒没有啊？有，当然有。任俊啊，我这活没意思透，真不如咱俩在学校那会儿。别呀，你涂峰可别说这样的话，我在保定全仗着你的名声，才受那么点器重。你沾我光？当然，你在上面搭足架子。做咱留着士官生的那啥，对，火炬，一炬是泛火引之，起火入部。可我的日子难过啊，身边周围，任何一粒沙子都能砸死人。朝廷就要征得秋操了，南北2军对抗，你们第3阵对抗第8阵。让我去做这个总裁判长。我已经知道这事儿了。正因这个，我的统治大人才又让我来趟京城，没有带那5000块吧？你知道吗？就这几个月，我不知道遇到了多少这样子的事情。我没办法，我只好一一回绝。就这，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人。也包括你李仁俊，对吧？5天前，统治大人的一颗枪弹从这儿穿过去，打到了花柄上，就差那么一点儿。我信。那天开编制会，他给我提什么，我回绝了他，转身我就后悔了。你李仁俊是替我挨的这一枪。土方，你听我一句，你说，这些脏事儿你不愿意沾手，我能理解。
但你可以找替身的呀。替身，把杨凯之那个王八蛋调过来，让他帮你啊。那小子没有不敢干的事儿，让他挡在你前头。他行吗？就他那个背景，能用吗？怎么不能用？人家在延吉做了朝廷的戍边英雄，漂得干干净净。哪个王八蛋敢乱说？让他去试试。今天来你这，是来对了。也是。借他的戍边英雄头衔试试。凯之啊，你知道为什么我要让你进京之前必须来上海一趟吗？我想让你来上海啊，扩畅一下心胸，心胸开阔了，自然也就清楚使命了。是啊，此番良相调我进京，不知是何用意。我之前什么身份，他可比谁都清楚，而且完全没有任何机会。问题就出在这里。你觉得他调我进京，会不会和目前朝廷的新政有关？你觉得再要求他们搞什么新政还有意义吗？哦，你也不看好他们所谓的新政？那这么说，你和吴天白没分歧啊？我对朝廷的良心发现，从未抱有幻想。旧者不崩，亲者何由而见？患者不灭，真者何由而成？在这一点上，我和天白啊，从来都是一致的。实在是日俄的政治带来太多的讯息，我们不得不反省一下。针对那些统治者个人的暗杀行动，是不是我们唯一可做的？是俄国革命者大规模的政治大罢工，才是沙皇就范。你这是要找到反清革命的新的政治途径？这1年多来啊，我看了大量俄国革命者的理论著作，很受启发。你这个小乱党还真有能耐。你知道上海的报纸都怎么夸你吗？怎么？就延吉那点事儿？凡事都是小中见大。咱中国人缺的就是你这股子韧劲儿。当初甲午那会儿，如果李鸿章能多挺一挺，哪怕再挺半月，日本的财政就垮了。哎，可惜没挺住。人家没垮，咱们垮了。这一垮，历史就成了如今这样了。老东家，延吉那点事儿，怎么能跟甲午相比呢？错，这可不是一点事儿。一个人谋一县市，要有一省之眼光；一个人谋一省市，要有一国之眼光；一个人谋一国事，要有世界之眼光。这话是张謇说的吧？没错，是纪之说的。你想认识他吗？我给你们介绍一下，互相认识。哎，别，我可不想做立宪党的人。你可别小看这些立宪党人，他们能在俄国弄出那么大动静来，中国的事情，非要有这么个强有力的第三者不可。东家，我听您老这语气，您老是不是
不甘心在幕后使钱了。您老想要直接发声了，是不是？我和季直都觉得朝廷的新政值得期待。如果能避免革命，那还是好事啊。明白了。你放心，你我的关系一如往常。你在京城那边的费用开销，尽管开口。来，快尝一尝啊！这可是沪上最好的淮扬菜，渔家小丁师傅的真传。来，嘿，尝。好嘿，入口就化。你别取笑张公公，没有他举荐，你的事儿还真不成。凯芝啊，阿拉老宋家的三少爷宋晨，你认得不啦？他不是去东京读武期了吗？那我问你哦，这宋晨是真的去学军事啦，还是去找那个姑娘啦？哪个姑娘？还能有哪个？安庆宋国红定的，开文堂的二闺女。舒红。你还真认得啊？舒红的姐夫是我堂兄啊。可是舒红连孩子都有了，宋晨该不会……足りますね。あ、課長、少し。はい、いいです。そのままで。それでは始めます。皆さん、お願いいたします。準備はいいですか？ 1、2、3。はい。秀国さん。先生。生徒たちは女性の撮影家にお願いしたとしか言っておりませんでしたから、まさかあなただったとは思いもよりませんでした。すみません。本当なら私もいたのですから。いいえ、秀国さん、これでようございました。本当に何よりでした。写真に入れますね。陰性を養い、優秀な人になると。ええ、良案だと思います。では先生に書いてもらいましょう。あなたは抜かりがないのですね。お客様が第一ですから。秀国さん、もう母親になられたと伝え聞きましたが。課長先生、私も宿題の方のです。簡単ではない道です。では生徒たちに伝えておきましょう。今後学校で記録写真を撮影する際は全て秀国さんに頼みなさいと。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天白，这是女校的底板，每样加印30分，双方押题照书法。你先放一边吧，没看到我正忙着呢吗？一会儿你给孩子洗澡，顾不上了。はい、你讨不讨厌？顔少し。はい。もうちょっと。はい。1、2、3。
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哟，你怎么还没走？我以为你早回上海了。吴先生没跟你说呀？说什么？我在读东京士官学校，武系生。我的天哪，怎么都和那学校较上劲儿了？还有别人也在读那学校吗？哟，还那么爱打听呢？得，天白在楼上，你找他打听去吧。我是来找你的。别腻了，生意孩子忙得很，楼上坐去。天白正好缺个说话的。你给我来一张6寸全景，把那申婆婆也带上。付钱不？咱这可是小本生意啊。我还真没钱，但是你把照片拍了，我寄回上海，钱就来了。明白了，让你那有钱老爹觉得你在东京出息了，给你汇钱，对吧？还是你了解我。行。镜头里看，宋晨，你这眼里还真有点杀气。什么杀气呀？那叫英气，英俊的英。哎，你没觉着我比新知书馆那会儿英俊多了吗？是吗？也是哈，我那会儿怎么就看走眼了你？我这人就这样，第一眼看不怎么样，但是仔细一看，哎，仔细一看也不怎么样。别仰头，低下来，转个身儿。我争取给你拍出一张史上最值钱的照片来，能从你那老爹那儿骗个千八百个呢。我那老爹呀，抠门着呢。我跟你说啊，我打小就从来没跟他在一张桌子上吃过饭。那守着这么个有钱老爹干啥使？钱不给，爱也没有的。也是女人太多了，所以我娘啊从来不去上海。已经不错了，人家认你个原配，你等着瞧吧。你爹遗嘱上只有你一份。不过说真的，你干嘛不让你爹在上海的银行给你谋个差事，跑这儿学军事来？准备啊！1、2、3，好了。这就完事儿了？啊？还意犹未尽呢，那小山婆婆都给你装里了，加上你这一身日本军服，没人会以为你在上海。怎么着？先挂账？骗着钱了，想着还我啊？是宋晨来了吗？让他上来。是我，吴先生。赶紧赶紧，一天没人听他那高论了，快去。いらっしゃいませ。吴先生。哎，坐坐坐，把窗帘拉开啊！我这可哪都是些化学用品，人称化学怪人。哎，你别见怪啊！哎呀，可也是360行，行行出状元。吴先生这是手握化学钥匙，要打开历史之锁。你也是状元，士官生。我听说你是宋宝全之子，没错吧？书红跟你说的。你看看你啊，明明可以好端端的做一个上海小开，怎么就跑到这儿来当士官生了呢？我爹确实劝我留在上海替他经营家族生意，为这个还给我请了数学和英语的老师。可是我这人对钱没什么兴趣。你对钱不感兴趣？那你对什么感兴趣？你千万别学我。身无分文，心怀天下。我心中的偶像就是您，我来东京就是为了学做您这样的革命者。别扯啊！我吴天白现在什么都不缺，我就缺钱。不会吧？钱比您的革命还重要吗？我问你啊，学军事需要钱吗？上学还是需要钱的，我不是官费生。我说的军事不是学校里的军事，我说的是作为暴力革命的军事。没钱能有军事？陶成章和邱瑾他们想要军事，可就是缺钱。此时此刻，他们正在国内上天入地的找钱，抢钱庄的心都有了。买枪要花钱，买子弹要花钱，贿赂官员需要银子，联络会党更需要有银子。拿破仑说过，
军事最重要的有3样，第一是钱，第二呢也是钱，第3还是钱。你说你条件这么好，有一个那么有钱的父亲，你干嘛还跑到这儿来学军事呢？你这不是啊，端着金饭碗讨饭吗？可是，人为什么要按照父亲的要求生活呢？他是他，我是我，我想按自己的理想。我认为，您的父亲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你应该向他学习如何弄钱挣钱。你把他这些学到自己的身上，那你就不仅仅是一个士官生，你甚至可以做革命的财政部长。我们同盟会现在最缺的就是理财高手。哎呦，吃饭了，呀，不着急。宋晨也吃点吧。不用了，我回学校吃。跟我还客气啊？不是客气，照相都免费了，才免费供饭。吴先生，那我先走，有时间我再来看你。一言为定啊！一言为定。哎，你要端正跟金钱的态度啊！这小子有点意思啊。宋晨这人啊，打小就腼腆，他但凡再男人一点儿，恐怕我谢淑红早成了他老宋家的3媳妇了。你说什么？我的天哪！你之前定的娃娃亲就是跟这个老三宋晨？可不就差那么一点儿？哎呀，这下我对上号了。叔，来，那个，就这个孩子啊，这个宋晨，你要多做做他的工作。什么呀？抓紧他，抓住他就是抓住了宋宝全。你呀，你天天就钱的。没钱哪行啊？啊，我还差着完身3、5千块，啊，就因为没钱，我天天在这倒腾这些硝酸甘油。有钱我早买那黄色炸药。你知道在黑市上那黄色炸药什么价格吗？比黄金都贵。那我说，晚上你陪孩子睡啊，我还得开夜班呢。广州那边的炸弹这几天就得交货了。洗洗这个脚脚，来，爸爸，对，爸爸很忙，很忙会说吗？很忙，没错，又学会一句，很忙。别动啊，妈给你拍张照。妈，我洗一下。真好看。弹射无可挑剔，显影略有不足。福姑，看我，福姑，看我这边。陈柏，怎么了？走啊！打！
却把我的梦葬在黎明。沉睡的黑夜才会苏醒，千年的迷雾深锁长路，生死前途慷慨奔赴。挥手峥嵘，血洒从容，任翩翩嫣红，人生初见难相逢。挥手峥嵘，我心从容。这一曲苍茫，留下爱的光芒，照亮星空。挥手峥嵘，血洒从容，任翩翩嫣红，人生初见难相逢。挥手峥嵘，我心从容。这一曲苍茫，留下爱的光芒，照亮星空。挥手峥嵘，血洒从容，任翩翩嫣红，人生初见难相逢。挥手峥嵘，我心从容。这一曲苍茫，留下爱的光芒，照亮星空。挥手峥嵘，血洒从容，任翩翩嫣红，人生初见难相逢。挥手峥嵘，我心从容。这一曲苍茫，留下爱的光芒，照亮星空。